啊！大人，子枫啊，帮忙啊！再来一发。把枪卸下来。哦，不是这，怎么了这是？秦朗，哎，子枫，哎，帮我摁一下这胳膊。等，这撤。走吧。大人，这还得再扎几次才能好利索。师傅，你说你这为什么非得把菩萨洞作为交易点啊？怎么着？你还打算偷师啊？没有，我就是想跟您学学。不都是为了秦朗吗？我觉得只有在那儿啊，才能打开他心里那疙瘩。可是他万一在……放心吧，他既然能来找我，就说明他也愿意这样，啊。原来大人您做这么多都是为了秦捕头啊。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，你说他如果知道这事情的真相，他会怎么想啊？哎，梦檀姑娘，你是最不应该担心这个的呀。为什么呢？你不是说夫人托你给我带话，结果重于过程吗？嗯。梦檀姑娘，今天晚上菩萨洞你就不用去了，我让子枫跟你去办另外一件事情。好的，大人。刘总，夫人。哎，好了，夫人。不用剩下的针了。白大人喝茶。白大人谦虚了，咱们言归正传，救出我武家被绑的人，白大人要多少银子？绑匪向你们武家索要10万两，我只要1000两。这1000两银子，多吗？不多。这个刘墉啊，坑了我们1万两银子，说要重修什么书院，真够黑的。常管家竟然犯如此的错误，官府的话能信？被架到哪儿了？没有办法呀。这个银子呀，我们这儿没有问题，但是我还要和那4家商量一下。白大人，稍等片刻。哎呀，这什么情况啊50菩萨洞交换人质，草上飞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。仙儿，上次就是在这儿设的符，这次还在这里。这来了。
四大姑娘，哎，咱来干啥呀？怎么那么多话呀？不是，你看他们都穿官服，我穿成这样，这干啥呀？你别问那么多了，一会儿我让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，记住了吗？可是我得知道咱们是来干啥的呀。我一时半会儿真的给你解释不清楚。再说了，我解释了你也听不懂。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来人了。里边有人吗？咋办？你问他是谁？你谁啊？银子已经押到了，放人吧。然后呢？让他放银子，咱们再放人。你把银子放着，我再放人。少废话，先放人，再拿银子。咋办？记住了，你是草上飞。好，去吧。能不能行啊？你谁呀？我草上飞啊！人就在里面的啊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好啊，那就一手交钱，一手交人。别动！臭家伙！竟敢模仿老子，老子才是草上飞！别听他瞎说，我才是草上飞。老子才是东城府的草上飞！哎，别冲动。绑匪不管是李尔多还是他后面什么人指使的，我现在把人质藏起来，想陷害我的人就一定急于找到人质。我今天就把你们一网打尽。不错，一定就是他。他发现有人冒充他的名号，一定会过来看看。哎，秦捕头，你稍安勿躁啊！老爷交代清楚了，咱们只抓林清洲的草上飞刘汉，其他的不管。我不管老爷要谁，这个东厂府的草上飞，我绝对不会放过。秦捕头，现在2个草上飞都出现了，东厂府的归你，林清洲的归我们。收网！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来了来了！哎，白兄弟，我们老爷救回来了吗？救回来了。哎呦，快把家人请出来迎接老爷。好嘞！既然刘墉把5大家族的人质都藏了起来，那就把他们的家眷都杀了，看刘墉怎么跟5大家族的人交代。老太太，您慢着点啊！我儿回来了，在哪儿呢？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儿啊，扶着点啊！回来啦！啊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白兄弟，我儿呢？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们老爷呢？你们老爷是回不来了。哎，这一个不留。哎呦，这是怎么了？
刘大人说，你们会杀人灭口，然后栽赃陷害，我还不信呢。现在看来，你们这帮畜生，可真没让人失望啊！这怎么？嚯，干什么呀？你还要咬人呢你？你以为在你们林清州呢？刘墉，要杀要剐，来个痛快的！你说痛快就痛快呀，在你们林清州也不行啊！你，我认罪。我还什么都没问呢，你认什么罪呀？我什么罪都认。官商勾结、倒卖赈灾粮，你认吗？都是我一个人干的。哎，那行啊，你一个人全扛，省得我得罪别人了。来呀，让他签字画押。本来说呀，抓到李耳朵的管家，就能牵出李耳朵，找着背后那条大鱼。不成想啊，这还是个软硬不吃的主。哎，秦朗呢？丁子峰说他去审那2个草上飞了。听着都新鲜，就听说过真假美猴王，你什么时候听说过俩草上飞呀？老爷，不好了，秦捕头他疯了。金捕头，别打了！金捕头，别打了！金捕头，再打出人命！金捕头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，金捕头！金捕头，金捕头，别打了！金捕头，会打死金捕头！别拉着我！别打了！拦住他，将秦朗拿下！是。金捕头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姐，不好了，大哥被刘大人抓了。这怎么可能呢？现在已经被知府大人押回衙门了，准备问罪。秦大哥，姐，来了。邱子，大人，怎么样了？秦朗，本府再问你一遍，因何打人？秦朗，若再不从实招来，本府只能判你重则50大板，革职查办。回知府大人，小民愿为秦捕头请愿，望大人开恩，望大人开恩，望大人开恩。大人，说。大人，秦朗在殴打犯人时毫无理智，近似疯狂，在大堂上现在又是这般模样，所以卑职以为，秦朗可能是得了风疾。风疾？疯了！正是。根据大清律例，疯病之人如家中有严密房屋，可以锁固得当，可以交由亲属看管，地方官亲自发配锁铐，严加封固。好，既然各位父老乡亲都这么说，民怨难违，本府尊重大家的意思。咱们这么办，啊，由官府发放锁铐，咱们将秦朗锁起来，交给他的亲属管理。如果说再寻衅滋事，
咱们向其亲属问责。如果说治愈了，那么咱们请郎中跟仵作验明之后，准许开锁放人，好吧？谢大人，谢大人，谢大人，谢大人。北堂。秦大哥饿了吧？吃点东西。我以前就跟你说过，你掌握不了任何人的命运，也掌握不了任何人的生死。你唯一能掌握的，就是你的本心。可是你却把它放弃了。你放弃它的原因，就是你所谓的兄弟情谊。我知道，在你心里，兄弟情谊胜过一切，所以有些事情，我不敢跟你说，也不能跟你说。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还是你自己吗？老杨，怎么样了？媳儿啊，这个丹药不能老吃啊，这个太费劲了。这个没事，老杨，明天我再多给你放点血药。你要吃死我呀你？哎，没有，快睡去吧。哎，老杨，为了少爷加油！喂。哎呀，夫人，我刚才回屋一看呢，说你上哪儿去了？怎么一人跑这儿来了？老爷坐。啊，我想和你聊聊。啊，聊什么呀，夫人？我想跟你聊聊咱们孩子的事儿。有了？没有。没有，聊他干嘛呀？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孩子对于你来说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重要啊。因为传宗接代？不全是。那我再问你，你当初娶我的时候是为什么？是为了传宗接代，还是因为皇命难违？都不是啊。我就是想着能跟夫人高高兴兴、开开心心过一辈子就行了呗。你别哄我啊！真不说瞎话，夫人。老爷，你现在开心吗？
开心啊！夫人，你到底要问我什么呀？其实说实话吧，当初皇上跟太后把我许配给你的时候，我心里挺不乐意的，因为我压根没见过你啊，而且你还长得那样。哎，对不起啊，老爷，我今天我就想说点实话。说实话，说实话，但也别都说。可这时间长了，我觉得你这人还挺不错的。夫人有慧眼。再后来，我就慢慢喜欢上了你。啊，喜欢我什么呀？喜欢你为人正直，刚正不阿，才华横溢，学富五车。这都是小事儿，小事儿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啊，最重要的是啊，你对我特别的好，什么事儿都宠着我，惯着我。哎，夫人嘛，那就得宠着点儿啊。所以我就嫁给你了。而且那段时间，我真的特别开心。我每天都在家等着你回来，我就盼着你从朝上回来了，就跟我讲讲今天在朝上又遇上什么有趣的事儿了。得闲的时候，你还带我出去带我吃那些我在王府里根本都吃不到的好东西。可再后来，你就对我慢慢冷淡了。没有啊，夫人，没有冷淡你，是夫人脾气越来越大了。反正不管怎么样吧，我们就是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开心了。而我觉得这最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没能怀上你的孩子。嗨，可老爷，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你当初娶我的时候，是想和我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的。是啊，夫人，今天你既然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跟你讲讲。当初娶夫人的时候，可是我去托皇太后提的亲呐。什么意思啊？夫人，你还记得我老岳丈过50大寿那天，我去府上拜寿，我是在后花园第一次见到了夫人，当时我就晕了。我说我这是在人世间吗？这怎么还见着仙女了还？然后就去提的亲呐。是你找太后提的亲啊？你娶我不是因为皇命难违？不是。啊，这是我中了你的诡计了？不是，是我中了夫人的美人计了。那老爷，你现在还想跟我开开心心的过一辈子吗？想啊。那我可以理解成为这是老爷跟我在一起的最终目的吗？就是这么回事啊。就打个比方说吧，你办一个案子，如果能达到最终目的，你在意这个过程吗？或者说，这个过程中有点小瑕疵，你在意吗？哦，夫人，你真是一句话点醒梦中人。我明白夫人是怎么想的了。老爷，你终于知道我要说什么了。明白了，夫人的意思是说，在林清洲这个案子上一定要果断，不能手软，是这意思吗？夫人说的太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
夫人，这种苦药不能再吃了。李大人让我来救你，你快走吧。我说，都被打晕了。哎呀，回大人，我被人打晕了。哦，刘大人，大人，葛春儿，你这怎么个意思？大人，白龙不知道怎么打开了镣铐，把兄弟们都打晕了，所以我你也被打晕了。对。哦，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跑了。你不是被打晕了吗？你怎么知道他跑了呀？啊，我这是刚刚醒过来，发现他不在，那肯定就跑了呗。嗯，有道理。嗯，跑哪儿去了？这个卑职就不知道了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赶紧找去啊！哎，我这就去，啊，就去。行了，行了，各位，挨打辛苦，都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啊，都散了吧。谢谢大人，都散了吧。大人，你怎么把葛春给放走了？现在只有他知道秦朗在哪儿。哎，今天晚上巡夜谁安排的？是不是你杀的我大哥？谭川就是我杀的，杀谭川的龙星镖就是我的。还有，我跟李尔多已经达成了协议，只要我杀了五大家族，刘墉在东昌府就没有立足之地。都是我干的，全都是我。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了。你敢杀我吗？你杀了我，你也跑不了。那我就成全你。秦朗，把刀放下，这没你事儿。你不能一错再错。
要找到当年杀死谭川的凶手，替他报仇，这样你心里就舒服了。冤冤相报何时了？秦大哥，你能做的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了。你答应我，从现在开始，放下你心中的仇恨，不要再想着去报仇了，行吗？我想让你成为一个好的捕快，而不要因为仇恨遮盖了你心中那份正义。怎么样？不敢杀我吧？大哥！秦捕头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卑职罪不可赦，还请大人责罚。行了，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来，起来，坐。行了，秦捕头，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。草上飞是不是告诉了你，李耳朵的管家就是白龙？可卑职毕竟……行了，不说了，这事儿过去了。此事有悖法理，但是情有可原。可眼下最要紧的还是李耳朵这个案子呀。老爷，你可真厉害，仅凭着捕快的巡夜路线就可以找到秦朗，你怎么想到的？嗨，夫人啊，其实也没什么。您想啊，捕快们巡夜这路线谁安排的？葛春安排的。这么说吧，就这白龙，你逃吧，你逃到哪儿就这条道，你走到头，秦朗在头上堵着你呢。你把这堵头找着，你不就找着秦朗了吗？这没什么难的。这还不难啊，我就想不到。那当然了，夫人要能想到，能露出我来吗？那倒是。不过老爷，你就不怕这秦朗直接把白龙给杀了？你不是说白龙是林清州李耳朵案的关键证人，这么重要的人，万一死了？是啊，关键证人是不假呀，关键是他得开口才有用啊。想让他开口，就得让秦朗帮忙。想让秦朗帮忙，就得让他把心里这疙瘩得解开，他得心甘情愿干这事儿才行呢，要不然白搭呀。夫人，这么跟您说吧，我这就是赌一下，我让秦朗自个儿想去，你自个儿想该怎么办。
如果说没想明白，一刀把白龙杀了，那就说明他这辈子这疙瘩解不开了。如果说反之，想明白了，那他就往前走了一步。向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回禀大人，白龙我认识，我有事要问他。白兄弟，请。白兄弟，现在时机还不成熟，东昌府非比寻常，障碍太多，需等我逐一清除才可。2年了。为了演这场戏，兄弟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。是，我觉得不宜拖太久。可是，白兄弟。像咱们在刀刃上行走的人，要学会随机应变呢，你说是不是？那就全听谭大哥吩咐了。那就有劳白兄弟。好，告辞。告辞。谭大哥，月容。你怎么在这儿？刚才那人谁呀？行。哦，荣城过来的兄弟，我给他些银两，好让他另谋他处谋生。荣城受灾，这受苦的百姓本来就很多了，是，再加上山贼无恶不作，你说让百姓怎么活呀？放心吧，自古乱世出英雄，到时候定有能人出面解决此事。味道不错啊，真会点。慢走，客官。哎呦，客官，哎，您想吃点什么？哦，1盘红烧肉，1盘竹笋。好嘞。哎，对了，她可是你们老板娘。没错，正是我们老板娘啊。她叫向月容。是啊，您有事儿？哦，没事儿。你先去上菜吧。哎，得嘞，您稍等啊。好。一会儿有客人来，先摆好，去。有个人留下1封信就走了。往哪儿走了？大嫂，恕在下不能告知实情。总之，你听大哥的便是。谭川人现在在哪儿？你们到底要干什么事儿啊？谭大哥在追查一个秘密的杀手组织，他身份特殊，不能与外界接触。那我什么时候能再见他一面？任务完成之后，他便会回来。在这期间，大嫂你千万不要去找他。一旦身份败露，他就会有危险，也会殃及到你。大哥想让你尽快离开东昌府，去外边避一避。这离开东昌府，我能去哪儿呢？我从小就生活在这儿啊。不行，我哪儿都不去。你回去告诉谭川，我就在家等他。白龙兄弟，嫂子求你件事儿，无论如何，你都安全的把谭川给我带回来，行吗？
嫂子求求你。好，嫂子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平安的把谭川带回来。那嫂子，我先走了。好。这儿。啊？嫂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和谭川不是答应过我，不再做这行了吗？怎么如今又走到这一步了？我极力的在洗白自己。本以为跟了李尔多以后会走向正途，没想到却越陷越深。对不起，嫂子，你交给我的事我没有做到，我愧对于你，更没脸见你。这不怨你，这毕竟是他自己选择的。嫂子最后求你一件事儿。嫂子，你说。你一定要答应我，行吗？好。夫人，老爷怎么那样啊？哪样啊？就那样啊？哎，我就是觉得这对向月荣挺不公平的，他也挺难的。向月荣啊，确实是挺不容易的。她一个女人家，丈夫死了，留下她一个人，感情又不能表达，什么事儿都憋在心里，确实是挺难的。是啊，所以我才担心老爷这么做也会让他伤心的。哎，你说，索伦图包围我们那会儿，他还挺身而出了呢。你放心，老爷这么做啊，自然有他自己的道理。我了解他，他是绝对不会伤害任何人的。而且老爷看人多准啊，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式，该做什么样的事，他清楚着呢。那我就相信老爷。白龙愿意招供。白龙啊，既然就剩咱俩了，说说正事儿吧。大人，请问。林青州官商勾结，倒卖赈灾粮一事，已成既成事实。那么这个安四海到底死在什么人手里？是袁长春，下令的是李尔多。账本在哪？账本在李大人手里，是我亲手给他的。袁长春要杀杨孝林，当我们知道他是第三方的时候，李大人就知道账本一定在袁长春手里。后来，我是在他家找到的。也是啊。只有他手里有了账本，他才敢安排后边一系列的事儿嘛。李大人也不知道，原来袁长春是个白眼狼啊。哦，我再问你，李尔多上边那人是谁？山东布政使臧海坤，绑架5大家族的幕后指使，也是他。
留神脚底下，哎，小心。怎么样，饭菜可口吧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那就行，常来常来啊！哎，好，多赏光，留赏光，留步。哎，秦捕头今天这是怎么了？这也太热情了吧！哎，我估摸着是他的风疾还没好利索。夫人，你听听，这客人都觉得奇怪，这秦捕头变化太大了，平时没这么热情啊。进去看看再说。您慢走，您慢走。秦朗，哟，夫人，邱姑娘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忙着呢？啊，这不是衙门没什么事儿吗？我过来帮帮忙。大哥，哎，来了，夫人，小二，快，来！我跟你说啊，这2位可是贵客，给我招待好了啊。好嘞，夫人，我一会儿再过来。你快去忙吧，你快去忙吧。好嘞。哎呦，这不是知府夫人和邱仵作吗？您2位来了，来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走吧，慢用啊。喝点水。对，谢谢。向老板，梦楠姑娘，麻烦您通报一声，就说我想请夫人喝上一杯。别通报了，向老板，快进来吧。谢夫人，快进来吧。来，快坐。夫人，我给您满上。你这酒楼啊，经营的真不错。我自己来。你看这楼底下生意真好。谢谢夫人。来，夫人，我敬您一杯。哎，民妇。哦，我是不是喝急了呀？你看，这有话要说吧？是，民妇是想说啊。哎，什么民妇的，都把自己给叫老了。来，咱们再干一杯。快坐，快坐，坐下说话。在我这儿没那么多礼数。谢谢夫人。以后也别叫我夫人了，我们就以姐妹相称吧。哎，干脆，咱们3个一结金兰吧。这不行，夫人，这可使不得。这有什么使不得的？啊，这有什么使不得？夫人可是格格，咱们要是一结金兰以后，向老板，那你也算是皇亲国戚。咱们3个谁大啊？应该是我最大吧。那你就是大姐，我是2姐。哦，那我是3妹。来，咱们俩敬大姐一杯。来，大姐，我给你满上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敬大姐。坐。来，喝点水吧。嗯。二姐，你今天怎么喝了这么多啊？你以为我想喝这么多呀？还不是为了你姐夫。我姐夫？啊。你说大人那儿？难道你没看出些什么吗？看出来什么？大姐呀，大姐怎么了？她为了老爷办案子，把他埋藏在心里最不愿提及的往事都说出来了，让大家知道了。所以，我想，我先跟她一结金兰，给她一个皇亲国戚的身份，这也算是啊。替老爷给了他一些补偿。原来是这样，二姐，你果然想得周全。不过妹妹，
我跟你结拜姐妹，可不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啊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多想的。我跟你结拜姐妹，这真的是诚心实意的。以后啊，你就会明白了。哎，哦，对了，二姐，大姐还让我给你带句话。她说什么？她说她把谭川和白龙的秘密都告诉了秦朗，秦朗对谭川的死也释怀了。这么说，老爷他歪打正着了？也有可能，打从一开始他就是这么想的。啊，合着这样，我们之前一直都误会老爷了。可能还真误会了。唉，你看这事儿闹的。众位爱卿，知道朕为何今日如此愉悦吗？皇上一定是遇见喜事了。既然你说朕遇到了喜事，那就说来给朕听听啊。回皇上，老话说得好啊，久旱逢甘霖，他乡遇故知。洞房花烛夜，今……哎，行了，我就说你嘛，什么事儿你都说不到个点儿上。哎呀，皇上，在下以为皇上之喜喜在国家社稷。如今大清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，四海称臣，万国来朝啊！我说啊，这四海称臣，万国来朝，是我大清国将来的态势，算不了什么喜事。是。不知道是不是皇上昨天又写了一幅好字啊？何爱卿啊，不亏你真懂得朕的心意啊！来啊，把昨天写的字给大伙儿看一看。好，真好。这看似简单的4个字，包含着王羲之的笔韵、颜真卿的风骨、欧阳询的笔力，还有赵孟頫的圆润，真是好字啊！皇上，忧国忧民，以天下为己任，即便是上寝之时，都不曾忘记百姓苍生，实乃我大清之福，可歌可泣，感人肺腑啊！何爱卿，过了，过了。好，收起来吧。老爷，你这把全家人都安排出去了，到底怎么打算的？夫人，这次啊，我得亲自去趟济南了，要把那些贪官缉拿归案，必须严办。你想啊，咱们要造福山东百姓，可是贪官手里那点财产，他就是从老百姓嘴里抠出来的，他能轻易撒嘴吗？他？那咱们就离开这儿，回京城去，踏踏实实的过日子，别在这儿惹这麻烦。夫人，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你想想，从赈灾粮跟赈灾款里发洋财啊，这种人良心坏透了，绝对不能坐视不管，必须一查到底。大清国交给他们，早晚完蛋。老爷，你想过咱们身边这些孩子们吗？他们尊敬你，相信你，现在冒着生命危险去办事儿，这万一有什么意外，咱们心里怎么过得去啊？有国神呢，夫人放心。老爷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我听听国神怎么说。国神说，自有妙计。
傅大人呀，这是轻的，我家夫人手里那还有火枪呢。行吧，那我就陪您去一趟东厂府。那倒是也行，去一趟也可以。可是您得把夫人这气儿给消了。您不知道啊，他现在呀，他出了点男女之事。你哟，刘大人，您别嚷嚷。在东厂府，不是有个小丫头跟着我吗？就那女仵作，我知道了，邱梦楠，对不对？果然是她呀！这什么叫果然是她呀？压根儿没这么当的事。行了吧，刘大人。嘿，我上次来就发现您跟她不对劲。哎呀，没想到啊，刘大人。嘿，傅大人，我刘墉对天发誓，绝没有这回事。有是你孙子。行吧，不管是真是假，反正我还是那句话，这件事情很难办。依我之见呀，您还是快点把蔡永昌的事儿上报到朝廷，争取早日回京，这样格格就断了念想。是啊，是说这么办的，可是我这不是还没审呢吗？让人给打出来了。我不是已经帮您审过了吗？哎呦，那哪成啊，傅大人，那是您审的。回头皇上一问起来，问我什么，我一问三不知，这成吗？再把蔡永昌押回去，皇上一见面再，这不全露馅了吗？这个是，可问题是，这甭问题了，现在就一个办法，就您的话，我跟您这儿啊暂避风头，走一步算一步啊！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行，那我就派人通知驿馆，把您的行李搬过去。驿馆哪行啊？第一，这是私事儿，我得自个儿掏钱；二一个，驿馆太好找了，这夫人，明白吧？自个儿找地儿，自个儿找。那您就自个儿去驿站了。好。哎呀，随您。啊。还是挺严重的。可不啊。我帮您看看到底是伤到哪儿了。您轻点。哎，黑我啊！真的。不是，我知道是真的呀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啊。你以为呢？儿啊，秦捕头跟孟楠住在什么地方？他俩住在一间客栈。我知道是一间客栈，叫什么名？一间客栈。你这个孩子，我还不知道他叫一间客栈，他叫什么名儿？一间客栈嘛，他没有名吗？老爷，你看，就叫一间客栈啊，那就走吧。老爷，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？二位爷，里边请。是我表达不清楚，还是我说的不对呀？你们俩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？大人，自从那个张海宽回来，一连3天都没有出门，谁都没见，谁也没见。啊，那还好，那还好。大人，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？这样啊，咱们按兵不动，继续侦查。甭管是臧海坤还是傅国泰，你看着，肯定有人要有动作。明白。大人，回来了。大人，臧大人他不见我们，怎么可能呢？你没递上我的供贴，我都禀报了大人，我在那儿等了1天1夜，他就是不见我呀。他只是要逼我跟他鱼死网破呀！哼，他是认定了我没这个胆子。
刘墉呢？刘墉那边什么情况？刘墉带着他的人去了济南，整天窝在客栈里，足不出户，没有任何动静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不可能啊！那东昌府呢？东昌府那边什么情况？东昌府现由达哈苏带人知府，刘墉的人都不在那儿。至于刘墉的夫人、格格和他的侍卫，也离开了东昌府，不知去向，可能也去了济南。难道他真的去济南府避难了？啊，一路劳顿，回去歇着吧。谢大人。知州大人，什么事儿啊？慌慌张张的。山东布政使臧大人的侍卫张英求见。这。哎呀，张大人，张大人，下去吧。是老爷。张大人，风尘仆仆，这是又有何贵干呢？李大人，臧大人让我转告你，要想保命的话，趁早把账本交出来，否则一切后果自负。您说的是什么账本啊？刘墉来到济南，通过巡抚大人的中间周旋，已经和臧大人和解。张大人，您这越说我越糊涂了。你究竟想说什么呀？我现在随时都可以杀了你。张大人可真会开玩笑啊！那好啊，也请张大人转告臧大人，就说这林清州府衙不止我李耳朵一人，就是朝廷，也不止刘墉自己。张大人走好。薛壮士，这可是本官的身家性命啊！你可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错。请大人放心，小人去了。薛壮士，拜托了。大人，我走了。我去济南后，你带子枫去林清州盯着李耳朵。夫人请进。李耳朵这个人生性狡猾，所以说你遇到的第一波人一定是他的诱饵，不必理他。首先确定好目标，当你发现第二波人的时候，就有可能看到李耳朵本人了。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账本在什么地方。老爷真是神机妙算。给我看看。看什么看？人都走了。那成。对不起，哥哥。
以后对不起的话少说。你说，刚才那些人中会不会有雷尔多啊？格格说有就有，格格说没有就没有。嘿，这办案子呢，你能不能上点心啊？要是人人都像你这样，怎么办案子啊？不是，我不上心。拿着，你盯着。那好吧。哎呦，这东西看的是远啊。上！李大人，东西呢？张英，我可是朝廷命官，你敢杀我？我当然不敢杀你，可是，你要是悬梁自尽，那算不算畏罪自杀呢？你可真够狠的你！可我告诉你，我也是给臧海坤干了多年的活了。我今天落得这下场，将来你也是。要怪呀，你就去怪刘墉，这都是他逼的。你不是说他？我不那么说的话，你能带东西出逃吗？啊？东西呢？你想找什么东西呀？你说你个大内侍卫，连个人都盯不住，要你有什么用啊？又不能怪我呀。怎么就不怪你了？哎，您要早把那望远镜给我，能逮不着人吗？哎，对不起，站住！何师，你什么人啊？哦，我只是个路人。三更半夜的，一个人在这瞎溜达，你这要去哪儿啊？我说，你的银票是不是偷的？这大胆！孤男寡女的大半夜出来闲逛，你们是哪条路的？哼，不知道我是谁吧？告诉你，我是临清州府的师爷。哼，怕了吧？怕了就给我滚！根据我对李尔多的了解，此人虽然生性狡猾，但是他胆小，他不敢把账本放在他自己身上，因为如果一旦那样的话，被抓住就是人赃俱获。不然，一定要注意，当你看到单独出现的一个人的时候，你就有可能看到那半本账本了。子枫，就他了。好嘞。干什么？别动！
傅大人啊，听说刘墉来了济南。对呀。那他来干什么来了？说了你别笑，被格格给打出来了。仅此而已嘛。不然呢？我觉得他下棋呀？啊，曾大人，这棋走得太丑了。将。臧大人啊，官场上浮浮沉沉，就像这棋盘一样，有的时候看上去是一步升棋，其实呢，它会让你变成死局。所以，丢车保帅才是最重要的。臧大人，当初你来山东任职的时候，是我在皇上面前力荐你的。现在这个事情闹到这个地步，只有刮骨疗伤，没有其他办法了。大人，有动静了。怎么样？傅国泰今天晚上请臧海坤在巡抚衙门吃饭。就是他了，来坐下。大人，您的意思是？大家想想啊，臧海坤回来3天了，闭门谁都不见，他琢磨什么呢？要么他要求助于傅国泰，要么他就是要跑。所以傅国泰一定会有所行动，他们已经知道咱们来了。大人，我和孟南向来都是很隐蔽的，他们不应该发现啊。对呀，我跟喜儿可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呀。那您想说什么呀？
咱们反过来啊，再说这傅国泰。假如说这傅国泰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话，他会怎么对待这臧海坤呢？一个是帮忙，一个就很难说了。您就说我们怎么办吧。这样啊，今儿啊，一会儿你跟我去衙门见这傅国泰，我请他吃饭，把他引到外面去。你们2个人呢，见机而行，发现臧海坤，立即抓捕。明白。事成之后，连夜出城，咱们平安镇见面，记住。明白。好的，大人。走。夫人，您怎么这会儿来了？我不能来吗？没，我知道你一直都觉得我是个累赘。没有，夫人，我从没这么说过。夫人，难道这就是咱们苦苦寻找的账本吗？这次怎么样？夫人，奇功一件。好，落轿。老爷。哎呦，傅大人，您可来了。刘大人，走，别这碍眼，快走，走。1、2、3，进。刘大人啊，这是什么都甭说，先跟我走。哎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哎，傅大人，您这官怎么当的？济南府这么大一地方，您不知道？不，这地方我当然知道了，煎饼胡同吗？这可不是您说那煎饼胡同。来吧，您跟我来。老爷，傅台大人，都安排好了。放心吧，老爷，就等您2位了。傅台大人，来，请。好，去门口盯着去。哎，傅大人，请。请傅大人。刘大人，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傅大人，这就是你们济南的地方啊。那您这是？行了，傅大人，这不就请您吃顿饭吗？来，坐，您先坐下。哎呀，来坐，傅大人。哎呀，傅大人，早就说呢，想请您喝一杯，为什么呢？感谢您收留，是吧？我说我这得表点心意呀！哎，正好找了个官儿，随便一打听出这么个地儿来。今天请您一块儿吃顿饭啊，刘大人。哎，您这个表示可够大的。您是跟谁问的呀？嘿，傅大人，有您这么问的吗？您这么问我怎么说呀？人家好心好意告诉我个地儿，我这不成得了便宜卖乖了吗？这不就吃顿饭喝点酒的事儿吗？来。
臧大人，刘大人有请。傅大人，客气话今儿咱就不说了啊，先干为敬。刘大人，等会儿再喝。这个地儿到底是谁跟您说的呀？不跟您说了吗？随便找了个官问了问嘛，就是随便找了个官。那您的意思是说，我济南府遍地是贪官啊？没，我可没这么说啊，没这意思，没这意思。得，傅大人，您帮我这么大一忙，啊，我也当回小人。您既然问我，那我就告诉你。您说吧。不可说了啊。嗯。谁告诉我的呢？临清州知州李耳朵。糟了，臧大人被刘墉的手下给抓走了。抓走了？是啊，我们出门的时候走的是小巷，结果一出巷口的时候，出来几个人就把人给抓走了。怎么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抢呢？谁说不是呢？哦，对了，你赶紧禀报巡抚大人，让他想办法赶紧把人给追回来呀。府台大人他不在呀。那他人去哪儿了？他就说刘墉找他有事儿，他也没说他去哪儿啊。完了，巡抚大人肯定是着了刘墉的圈套了。哎呀，您是不是把我当猴耍呀？何出此言呢？临清州知州李耳朵。对呀，李耳朵在哪儿？在临清州吧？啊，这儿是哪儿啊？济南府啊。难不成您为了请我吃顿饭，连夜赶到了临清州，然后再返回到这儿吗？不是，傅大人，我是按您的吩咐，不一直在临清州查那官商勾结、倒卖赈灾粮的案子吗？他在那儿告诉我的。啊，哟，那您这记性可够好的。这是什么记性啊？记吃不记打，我这个。大人，没找到。大人，没找到。大人，没找到。我们也没找到。这可怎么办呀？这刘墉能把大人带哪儿去呢？是啊。哎，我倒想起个地方。走，我带你去。你们都先在这儿等着。走。说到这个案子，那倒卖赈灾粮一案可否侦破呀？破呀，是破了。只不过还有幕后黑手。您怎么知道的？您话都这么说了，我再不知道，那我就真成傻子了。说吧，幕后黑手是谁呀？傅大人，幕后黑手就是这饭馆的老板呐。傅大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臧大人出事了。臧大人出事了。傅大人，实不相瞒，这个饭馆的老板就是臧海坤。不瞒您说，我已经差人将之拘捕了。您看看我这事弄的，其实要说这案子，它跟您没关系。刘大人，您这话说的跟我没关系，跟我太有关系了。首先，此案发生在我山东；其次，犯案之人是我在皇上面前极力保荐之人啊，我这是难逃其咎啊。要不这么着，傅大人，
我把臧海坤放了他。不行，此等害群之马，必须严惩。要不我教您审？不行，叫我审，难以服众。你看我这事儿办的，我这，哎呦，这怎么办呢？刘大人啊，还是您审吧，无论什么结果，直接上奏给皇上。那不把您给连累了吗？那怎么办呀？我用人不当，妾有失察之过，谈何连累？行了，傅大人，卑职明白您的意思了啊，我去审，我心里有数，您放心。哎，刘大人，你可千万不能徇私枉法。啊，不，绝不会，绝不会。审的整个过程有了任何结果，我随时差人向您禀报。那就有劳刘大人了。哪里？谁啊？蓉儿，是我。蓉儿，是我，谭川。蓉儿。川哥，蓉儿，你不是已经……蓉儿，很多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，以后有机会我再告诉你。对了，最近我要出门办一件事情，在我回来之前，我活着的消息不能告诉任何人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本记录朝廷通缉要犯藏身之处的要册，也是我这次回来要办的事。蓉儿，记住我说的话，不能向任何人提起此事。蓉儿，放了我吧。大哥，臧海坤抓着了。抓着了，车上呢，押下来吧。五子哥辛苦了。哎哥，那刘大人什么时候到啊？今天就到，叫兄弟们都准备下。行嘞。莫南姑娘，那大人没为难你吧？没有，就是跟我翻了一路白眼。走，快点。不正使大人多有得罪了。走。这真的是善恶终有报。想不到堂堂布政使大人也有今天。莫南姑娘，辛苦了，早点回去休息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。有劳秦大哥了。
该吃早饭了。大人，这刘墉忒不是个东西了，不但把蔡永昌给咱送回来，还把臧大人……大人，您别怪卑职多嘴啊。小的觉得，应该把臧大人留下来，咱们自己审。这该说的不该说的，吃饭。